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您是否有投资组合不会增加并一直亏损？您学会了技术技能，看价格方向，但您的投资组合仍然没有进步。本集将向您展示完整的聪明金钱货币交易计划，从头到尾一步步指导您。这一集的主题是在进场前的分析，市场结构、关键水平的低点和高点、时间、聪明金钱的关键概念、公允价值缺口、流动性和如何确认并进场。止损点和目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风险和资金管理，这部分非常重要，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将在这里一一讲解。好吧，让我们从第一步市场结构开始。我们如何识别市场结构？就方向而言，我们有3种类型的市场：上升趋势、下降趋势和横盘。第一个上升趋势，价格不断创出更高的高点、更高的低点和出现结构破坏，因此我们希望跟着上升趋势做多，以增加成功几率。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出现市场惯性改变，这预示着可能发生逆转。那我们如何能确认市场惯性改变？是这个点吗？还是这个点？答案是这点。当价格发生在较高的时间范围内，2个连续高点之间的摆动最低点以下突破并收盘时，这意味着趋势可能发生了逆转。第二个，下降趋势，价格不断创新低、头低和出现结构破坏。我们希望跟着下降趋势进行交易，直到出现市场惯性改变，然后市场将转为看涨。第三个，横盘。当出现2个顶部和2个底部，我们定义为横盘。在这，我们有大横盘和小横盘。横盘的发生是当供给和需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价格进入趋势。这个交易计划是趋势延续策略，所以在这我们不会用这策略再横盘。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市场方向，所以让我们寻找关键水平。我们将在更高的时间范围内找到关键水平。这里我们有4小时的澳元和日元，在这里我们绘画供应区和需求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形成了一系列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并向上突破。现在市场情绪看涨，我们只想寻找买入机会。这是最近连续高点中的2个点，因此这回调低点是我们的波段低点。只要我们保持在这个关键水平之上，我们就认为这个市场是看涨的。第二个关键水平是最新高点将设置为更高的时间框架目标水平。现在让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打破了结构并创造了新高，但价格随后立即下跌，这表明动能明显丧失。然后我们突破并收盘于最新的波动低点下方，这表明市场惯性改变。现在我们不再处于上升趋势，并且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标记最近的关键水平并寻找做空机会。这就是第一步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确定市场方向和关键级别水平。我们继续第二步，这一步我们将在较高时间框架图表上确定公允价值缺口、流动性区域、杀手区域和最佳交易区域。什么是公允价值缺口？公允价值缺口是一种3根蜡烛模式，其特征是第1根和第3根蜡烛的影线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且没有重叠。当买家和卖家之间出现不平衡，导致剧烈波动时，就会产生这些差距。市场经常会回到这些缺口来弥补剩余的订单，并恢复平衡。那么，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流动性，市场将继续朝着相同的主导方向发展。流动性基本上意味着每笔交易都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交易，因此市场上的资金越多，大型企业的交易就越容易。假设一家大公司需要将数亿美元兑换，如果他们在流动性较低时兑换，价格将会飙升。他们不想提高价格，因为他们只是想便宜的购买，所以他们需要流动性，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市场上的卖家。好吧，让我们关注简单的流动性，那就是相同高点和低点以及最新波动。如果市场抓住流动性区域，成功的机会将显著提高。杀手区域，杀手区基本上是一天中的重要时段，大量流动性被注入市场，提供完美的交易机会。这意味着您的进入必须位于这些杀手区域之间。我们有3个时段：亚洲时段8点、12点 GMT+8。这时段通常是盘整和成交量较低，在这个时间，美元货币对不活跃，澳元、新西兰元、
日元配对的货币在这段时间最为活跃。亚洲时段通常为伦敦和纽约产生流动性，伦敦时段为14点、18点 GMT+8。伦敦时段是最高概率创造当日最高点和最低点，也是最高概率移动大方向。欧元和英镑货币对此时最为活跃，伦敦也是高概率的流动性扫荡。最后是纽约时段为19.0GMT+8，主要外汇对在这段时间最活跃。受新闻发布的影响，纽约时段通常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伦敦的延续或逆转。下一个主题是最佳交易区域，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最佳交易区域是指存在高质量交易的区域，我们有效的公允价值缺口和符合规则的订单流区域，最好是在斐波那契0.618以下，并且有流动性到达该区域之前。例如，如果您有几个公允价值缺口，我们将专注于第一个公允价值缺口。现在让我们用到真实的图表示例中。在英镑日元4小时图上，我们看到了上升趋势，这些是最近产生的相当大的公允价值差距。如果价格在继续其总体方向之前返回填补缺口，它将为我们提供完美的交易机会。现在流动性区域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水平是我们之前的波动高点，所以如果价格返回到这个水平阻力位变为支撑位，我们预计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拒绝。传统的价格行为交易者会将此视为一个做多机会并买入市场，他们会将止损设置在该区域下方，这使得大量流动性聚集在该区域下方，所以大玩家有机会攫取他们想要的流动性。触发止损后，价格就会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识别流动性，否则你就成为流动性。现在我们的最佳交易区域在哪里？在大幅上涨之前造成看涨的低效率或最后看跌的蜡烛是寻找多头交易机会的好地方。在这，我们有两个选择：订单块区域或公允价值缺口区域。但无论您的入场区域有多好，市场很容易忽视它并继续保持主要趋势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较低时间框架内进行双重确认和见证反转信号，好让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价格最终到达公允价值缺口而向上。注意，那也是纽约杀手时段。当这全部发生在一起，那我们看涨的概率将会增加。这些是我们在第二步中应用于图表的所有概念。在下一步中，我们等待价格到达公允价值缺口区。然后我们将放大到较小的时间范围，以寻找确认并进入市场。现在让我们继续第三步确认和进场。在此步骤中，我们将应用市场结构概念，等待入场信号，并根据更高的时间框架分析的趋势布局。在到达公允价值缺口区域后，我们将寻找反转信号来确认入场。我们必须等待市场惯性改变，以确认短期趋势已经结束。市场可以继续沿着主导的较高时间框架方向前进。如果没有市场惯性改变，我们将没有交易。在市场惯性改变确认后，我们有两种进入交易模型。第一种，在看涨情况下，如果市场惯性改变创建了一个具有公允价值缺口或低效率的订单块，我们将设置买入在价差大小高于订单块上，并在波动低点下方止损。当价格达到我们的1到2个目标时，我们将平仓一半，使我们的交易实现盈亏平衡。接下来，如果价格达到我们更高的时间框架的供应区或需求区，我们将交易关闭。第二个交易设置发生时没有公允价值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把斐波那契回撤工具从开始到结束画出，并将我们的买入设置在618水平。我们的止损将低于摆动低点，并应用相同的获利概念。最后一部分是风险和资金管理。资金管理可以让您保护您的资本并优化您的交易绩效。如果你不实行严格的资金管理，你就无法在金融市场上获胜。我们每笔交易的风险仅为资本的2%到3%之内，每一次最多只有3个未平仓交易。良好的风险管理意味着知道如何设置和移动止损和如何控制仓位大小，
并考虑到风险回报率。当交易1:20平仓或推止损，确保不亏本。好的资金管理让您无压力地进行交易。风险管理是交易者获胜和失败的关键。如果您是金融市场的新手，您的目标不应该是赚钱，而是不应该赔钱。在使用此策略之前，请花时间了解其机制，并进行回测。在还没有使用真钱时，回测可以让您建立所需的信心，并为与交易相关的潜在风险做好准备。现在，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在此交易计划中讨论的所有步骤。首先，我们必须在较高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分析和评估市场状况，然后我们将放大到较低的时间范围，以寻找确认并进入市场。在第一步中，我们分析市场结构，以找到市场方向和关键水平。我们将结构突破和市场惯性改变指出，以识别市场方向并标记价格可以反映的关键水平。例如，这里我们有一个下降趋势，多个连续的下行突破，因此方向是看跌的。我们想要与主导趋势进行交易，我们只对看跌感兴趣。这是价格创造的最新低点，我们预计可能会出现反应，使其成为设定长期目标的合适位置。该水平是我们近期较高的高点，也是一个关键水平。如果市场出现突破和市场惯性改变，我们将不再认为这个市场是下跌趋势。在第二步中，我们在图表上应用聪明金钱的关键概念，画出公允价值缺口、流动性区域、杀手区域和最佳交易机会。在这，如果价格进行深度调整，回到公允价值缺口区域，并在这些相同的高点下抓住流动性，我们现在将有一个完美的做空交易机会。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进场卖出该货币对？我们知道这走势是在较低时间范围内是短期上升趋势。因此，我们将放大较低时间范围，以寻找反转和交易入场点。第三步，我们将等待市场惯性改变，以确认短期上升趋势已经结束，市场可以继续下行。我们将使用2个入场设置来进场。第一，如果市场惯性改变造成公允价值缺口，我们将把卖出设置为低于订单块的价差大小。第二，如果没有缺口，我们将使用回撤水平，并在618水平建仓，止损将位于摆动高点之上，目标将是较高时间框架的需求区。第四步，我们将使用您每笔交易可以承担2%到3%的资本的风险，并且最多只能进行3笔未平仓交易和当交易1:20平仓或推止损，确保不亏本。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有的话，请按下赞以表达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下一集见。